我带堂子嫁给了双目失明的侯府世子。成婚当晚，温觉眼蒙红绸，端坐在我身侧，神色平静道：“我本无意娶亲，只是父母之命不得不从，将来合离与否，陆三姑娘可自行抉择。”眼前人红绸遮目容色似玉，曾是京城最精彩绝艳的温润君子，我只见虚点在他眼前，忍不住呢喃道：“会好起来的。”他微微侧手疑惑道：“什么？”我便收回手，轻笑一声：“没什么，其实我本也无意嫁人，只是既已成婚，便先凑合着过吧，和离之事，日后再谈如何？”温陆两家都是要面子的，断没有刚成婚就和离的道理。他当然只能先和我凑合着过，只是这一凑合就凑合了整整1年。这1年里，他因我重出府门，为我写诗夺魁，我陪他出席赴宴，带他执笔行文。我们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，堪称京城典范。直到堂子回京，我思索了整整1夜，还是将和离书放到了他桌前。彼时已经复明的温觉拉着我的衣袖，咬牙切齿，陆念慈：“你想始乱终弃？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与温觉的婚，成的可以说是无波无澜。定远侯温家人明里，既没因原定的陆家长房大姑娘换成了3房3姑娘而不满，也没因洞房之夜未曾圆房而苛责。因温觉行动不便，连第2日的敬茶都是温侯夫妇从正院来我们所居的听风院受的。侯夫人陈氏还拉着我的手不住的赔不是：“好孩子，觉儿他今这个样子，到底还是委屈你了。”我侧手看去，身侧的温觉神色似是一如既往的平静，手却不自觉紧攥成了拳。天之骄子一朝坠落，没谁能真的心如止水。我便舒朗一笑：“母亲哪里话，世子风姿冠绝京师，回门之日带回陆府，定然羡煞我闺中一众姊妹。”这温侯夫人觑着温觉神色，不敢应声。京城人人都知道，1年前温世子坠马，忙了双目，遍访名医也未见恢复，渐渐心灰意冷，也有大半年未曾踏出侯府一步了。大婚过后，温觉眼前又换回了白愁，越发衬得他整个人淡如云烟。我如今行动不便，府内自会备好厚礼，回门之日劳烦3姑娘带温某到个不是吧？我捏着帕子怯声道：“这怎么行？若是世子不能陪着，家中姊妹定然是要奚落我的，爹爹也会不喜。”温觉迟疑了一瞬：“陆家家风清正，应当不至因女儿独自回门便加以苛责吧？”回门前夜，我们2人照例并排躺在床上，因我睡相不好，中间还拿软枕垒了个楚河汉界。只是今日我睡得板板正正，倒是温觉一反常态，烙饼似的翻来覆去。我听着他忽轻忽重的呼吸声，心中默默倒数5、4、3、2。独自回门，真的会遭人刁难吗？他声音略略带着些犹豫不定，我不由得微微勾起嘴角，又强行压了回去，挤出几分凄楚的无奈道：“哎，世子不知我们女子的苦罢了，我一人回去也无妨的，睡吧。”说完便闭目安心睡去，留他一人又烙了半晌的饼。如我所料，第2日回门的时候，温觉已经先我一步安坐在了马车里。我随你回门，只是……我扶着陪嫁侍女云香的手跨上马车，坐到他身侧问道：“只是什么？”他的手又攥成了拳，面上却仍是八风不动，语气温和之下透着些自暴自弃的平静：“只是温某如今这副样子，恐怕比你独自一人回去更易惹人奚落。陆3姑娘，你可想好了？”这副样子，什么样子？自他失明，整个定远侯府都小心翼翼，大抵从未有人像我这样戳他肺管子的问话。他一时语塞，难得露出了些其他神色。你……我轻笑一声，到底不忍逼他太紧，只将他紧攥着的手掌掰开捋平。什么样子都好，只要世子能来，余下的就都不重要。马车行至陆府时，二堂兄陆氏早已带着人等在门口。姑娘到了。云香已在外边掀开车帘，我正要下车，回头却见温觉迟疑了片刻。我明白他的迟疑，曾经的京城第一公子，如今日常行走都需小厮搀扶引路，稍有不慎便会闹出笑话，无怪乎他后来不爱出门。世子可否牵着我的手，这样瞧上去恩爱些，免得我爹娘担忧。我朝他伸出手，并不避讳：“我为你引路，
你全我脸面，两全其美，如何？他隔着白绸望我良久，最后将手放进我掌心。好，呦呦呦，新婚小夫妻就是腻得慌。我瞧瞧，这手上是沾了糖汁吗？陆氏眼风扫过我们牵着的手，半是揶揄，半是调侃。温觉被他打去的耳朵一红，循着声源微微欠身道：“是温某失礼。”说着便要放手，我连忙收紧手掌，顺便对着陆氏一脚踹过去。就你话多！陆氏挨了踹，当即就一嗓子好开：“陆佑，你都嫁人了，还这么粗鲁，当心被你夫君厌弃啊！”我瞥了一眼身侧的温觉，略略有些心虚，但转念一想，他根本也看不见，于是咬咬牙，又一脚踹过去。要你管！可惜这次陆氏灵活地躲开了，一边躲还一边对着温觉喊道：“温奇玉，你夫人踹我呢，你管不管？”奇玉是温觉的字，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是个很适合他的名字。陆氏，你个告状精！这厮以前在家就常跟我爹娘告状，现在我出嫁了，他居然还开始跟温觉告状，真是事可忍孰不可忍，孰能忍审都不能忍。我磨了磨牙，正要撸起袖子追击，却被温觉牵着的手定在了原地。陆兄见谅，温家家训第3条便是要夫妇一体里重发妻，恕温某无能为力。即便这样打趣的话，温觉也回得一本正经，惹得陆氏啐了他一口，装模作样的叹道：“嘿，你温世子瞧着君子端方，没想到竟是个见色忘义的，只知道向着自家夫人，咱们那些同窗情谊算是喂了狗了。”温陆两家相交已久，陆氏与他在太学同窗多年，后又同朝为官，虽温觉失明后已有1年未见，但陆氏这种人是不懂得见外2字怎么写的。我们陆家这一代人丁稀少，大伯父家只一个大堂姐，二伯父家只一个陆氏，我爹娘只生了一个我。堂姐与他有婚约之盟，陆氏与他有同窗之意，说起来我才是与他最不熟的那个。这样想着，我莫名有些不快，于是又朝陆氏踢了一脚：“别拼了，快带路，我爹娘他们还在正厅等着呢。”其实爹娘对我嫁给温觉是有些不满的，定远侯温家显赫，但温觉毕竟忙了眼睛。我陆家虽非累世公卿，但一门3进士也算门第清贵，爹娘又宠着我，若我愿意，确实可以嫁得更好。其实当时堂仔拒绝与温家成婚时，我那官至礼部尚书的大伯父虽狠狠打了他一顿板子，但到底也心疼这唯一一个女儿，本是打算去温家取消婚约的，是我主动说要替嫁，才有了如今这段姻缘。爹娘虽不愿意，却也不想违拗我的意愿，只好捏着鼻子认下这个眼盲女婿。而今见温觉虽双目不能识物，但言谈举止温和有礼，与从前那个少年公子并无不同，那点不满倒是消了个七七八八，又添了几分惜才之意。其实我也有些惊讶，原本以为温觉久未出门，这种场面或许会有些生疏，却不想有些人的教养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他面上应对十分得体，完全看不出已有1年不曾外出见人了，前提是要忽略掉他越握越紧的手和手心里沁出的汗。总的来说，这趟门回的还算成功，既安了爹娘的心，也成功让温觉迈出了第一步，可喜可贺。午饭过后，我牵着温觉的手，在爹娘不舍的目光中踏上了回侯府的马车。马车动起来，我犯了困，靠着车壁昏昏欲睡，温觉却似乎起了弹性。岳父岳母都是明理之人，我迷迷糊糊点头，那当然，我爹娘天下第一好。他又道，陆三姑娘似乎也没有很多爱攀比的姊妹。我再点头，脑袋在窗棂上撞了一下，我一个机灵清醒过来，捏着嗓子开始找补。嗨，因婚约之事，我堂子前些天被伯父送出京了，从前他在家时时常奚落我的，对不住了阿姐。爹娘今日这般和蔼，多是因世子陪着的缘故，平日里他们对我动辄就是训斥的。这倒是真的，不过这训斥都是我自找的，且从不将他放心上就是了。温觉瞧着半信半疑，但终究没有再出声。如我所料，回门第2日，各式帖子便雪花般堆满了我的案头。昨日是温觉失明后头一次踏出府门，众人都在试探曾经的第一公子是否将要重出江湖。但我知道，昨日那一遭是我用他的良善与责任感逼出来的，他其实根本没有做好准备。果不其然，我将诗会邀约念与他听，
只得了他一句疏离得体的：三姑娘若喜欢，可自行前往，我会吩咐府中备好车马。彼时他端坐书案前，明明他看不见书，也写不了字，可每日还是会来这里枯坐，白衣白绸，像是为谁扶丧。我不喜欢他这副了无生趣的样子，于是扯了扯他的袖子，有些无赖道：我的确想去，可我不会作诗。若我还在陆家，此时爹娘定会赏我一个大白眼，附上一句不会做凑什么热闹。但温觉只轻轻地抽走我手中的袖袍，淡声道：若是喜欢，去听一听也是好的。可惜我从来不是个有台阶就下的人，既要去，只听有什么意思？温觉微微皱起了眉，似是觉得有些棘手，而我重新将他袖子拉住。早闻世子才名冠绝京师，可否教教我作诗？我没学好作诗，小时候就不擅长的东西，长大了也不会突然精通。诗会的前一天，我还是连韵脚都搞不清楚，气得一向四平八稳的温觉几乎快冒烟，手中戒尺敲在桌面都比往日更响了些。我却索性无赖到底，眼瞧着我是学不会了，还是世子陪我一道去稳妥些。他闻言一顿，连方才被我激起的火气都渐渐散了去，沉默半晌后道：三姑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不必了。隔着一张书案，我支起下巴看着他，漫不经心道：哦，你明白我什么意思了？我明白陆家长辈宽和，你回门其实并不很需要我陪着，我也明白你不喜作诗，并非真的想去诗会。那我是为了什么呢？你想要我出门？我点点头，直言不讳。没错，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出门呢？他的手又紧攥了起来，涩声道：如你所见，我如今行动不便，还是……我双手撑在书案上，探身凑近他，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：有什么不便？你需人引路，我可以；你需人作陪，我亦可以；你需人代笔，我还可以。温觉握着戒尺的手渐渐收紧，而我步步紧逼，直到最后呼吸相闻，他气息微乱。我盯着他白稠后的眼睛，一字一顿道：温觉，你不是不便，而是不敢。你若不便，人人皆可助你，可你若不敢，神佛亦无奈何。温觉最终还是答应了陪我前去诗会，只是侯夫人却又打了退堂鼓。她许久未出府门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上次陪你回门，怎么说都是自己家里，可这次……夫人，难道你想他此后一生都圈在这小小侯府之内吗？从前你们顺着他，以为不逼他便是最好，可你们的小心翼翼，无一不是沉默的提醒，提醒他身有残缺，提醒他与人有异。于温侯夫妇而言，什么第一公子，什么少年天才，比起他这个人来说不值一提。只要他活着，便是最大的欣慰，那是父母对孩子最朴实的溺爱。可温觉还年轻，他总是紧攥的双拳告诉我，他不愿这样活。他一定很想救回曾经那个惊才绝艳的少年，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。他不是自弃，也不是自怜，他只是害怕。所有人都习惯了不打扰他，不干涉他，可这只会让他的无措与害怕变本加厉。而我想借他一点勇气，去试一试这个蒙住双眼的人能不能再一次惊艳京师。即便不能，若是能与现在这个并不完美的自己彻底和解，也是好的。温夫人噤了声，我安抚地拍拍她的手：夫人放心，我怎样将她带出去，便怎样全虚全意地给您带回来。此次诗会是圣上嫡姐怡安长公主一手筹办的，开在她京郊的一处别院，盛况空前，座无虚席。其中有一半人是冲长公主的面子，另一半则是奔着温觉来的。马车到别院门前的时候，他下车前的迟疑比在陆府时更甚。我微微下蹲，握住他紧攥在膝头的手，仰头问他：温觉，告诉我，你在怕什么？我认识的温世子弱冠之年便连中3元，被钦点为太子少傅，多少文人墨客乃至举人进士都想与他谈古论今，坐而论道。凡他所出席的宴会，所有文人无不趋之若鹜，这样的诗会当游刃有余才是。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些，复眼的白绫微微颤抖。那是从前的事情了。是，那的确是从前的事了。因为自他失明以来，便将自己圈在这侯府之内，各种邀约一概婉拒，
连少妇之职都未在履行。那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？我问话的声音很轻，可他却在我的问话中颤抖得越发厉害，手被青筋抱起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如果我是他，现在应该会破口大骂一句，因为现在老子瞎了啊！你他大爷的也瞎了吗？可他自小的教养不允许他这样做。圣上的幼弟襄王殿下3年前也曾坠马盲了双目，久治不愈后整日摔摔打打，阴郁成疾，最后被圣上送出京城养病去了。反观温爵，除了闭门不出，便再未有任何不理智的言行，已经算是十分镇定了。人人都说温世子人如其名，乃是当世1等1的温润君子，谦逊克己，从不骄矜自傲，也从不肆意放纵。其实他并非不傲，相反，他是太傲了，傲到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不足。可温爵，人生在世，没有谁能做到事事完美的。你眼睛盲了，可你的学识还在，你曾经饱读的那些诗书还在。至于旁人是否会因你眼盲不便而投来异样的目光，那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旁人或是像从前那样追捧你，或是像你心里所害怕的那样奚落你、可怜你，与你本身其实并无影响。你还是你，并无不同，曾经可以，现在也可以。我掰开他紧握的拳头，将自己的手放了上去。我把我的勇气借给你，我们去试一试，好不好？马车内一时间静到真落可闻。良久之后，温爵收紧我放在他掌心的手，颤声道：好。长公主别院内自有侍候的人，是不准赴会者自带随侍的，是以我牵着温爵的手下车，亲自扶着他一路行至席间。周围不断有人投来打量的目光和怯怯的议论，我视若无睹，充耳不闻，只在遇见门槛或台阶时低声提醒温爵1、2句。入席落座后，他拇指无意识摩挲着我的手背，我看了看他紧绷的面容，调笑道：温爵，放松点。他扯出一点笑容回道：我没事。我便晃了晃我们牵在一起的手，我是说手放松点，你摸得我有些痒。许是我用词过于直白的缘故，他霎时红透了耳根，连忙松开了我的手。抱歉，我并非有意。我看着他通红的耳朵，颇有种自己在调戏良家郎君的荒诞之感，忍不住笑道：知道你温世子端方手里，不是有意占我便宜的，何况你我已是夫妻，牵个手而已，不算逾矩。他微微垂手嗯了一声，方才抓过我的手，却似是无处安放一般，最后有些局促地攥起了膝头的衣袍。我眼睁睁看着他红着耳朵将好好的衣服攥成了咸菜干，最后忍无可忍，将那只手又抓了过来。他下意识便要抽走，被我拉住调侃道：世子放心，我也不是有意要占你便宜，只是这身衣裳是新做的，你这样揉下去，不知府内将洗衣物的大娘要熨多久才能熨平呢。如此插科打诨一番，他倒不再像先前那样紧绷，我也暗自松了口气。然后便听了一声通报后，长公主人未露面声先闻：哟，今儿人来的可够齐全。众人忙起身行礼，礼毕后便有人恰到好处的恭维道：金秋9月，正是赏桂的好时候，都知道殿下您这儿的桂花最好，哪有不来之理。长公主颇爱她这一院子的桂花，对这份恭维显然很是受用，顺势便定了今日的诗题：本宫这木樨山舍里，旁的没有，唯桂花最多，今日诗会便以桂花为题，不限韵，各位可在别院内自行观赏，畅意抒怀，2个时辰后回此地共凭魁首即可。众人再次行礼后，便陆续退出正厅，3、5成群各自游玩，我扶着温爵自然落在了后边，被长公主叫了个正着：幼丫头，你向来是不喜欢作诗的，今日你阿姐又不在，你一个人来我这儿是来蹭饭的不成？我从那么多帖子里挑中这个诗会让温爵露面，正是因为长公主身份贵重，且与陆府交好，在小辈里尤其疼爱我与堂子，有他坐镇我更安心些。只是我忘了，这位殿下年过不惑，却仍偶有几分孩子心性，再没谁比他更爱打趣人的了。我像从前一样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撒娇卖乖：瞧您说的，人家不善作诗，还不能来听听别人作诗学一学吗？可惜他今日不吃我这一套，还冲我翻了个白眼道：得了，你若有这份虚心求教附庸风雅的心，你爹娘能乐晕过去。好了好了，我是没这份心，只是往日都是陪着堂子来的，今次却是陪着夫婿来的。长公主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
像是才发现我手里还牵了个人一般。哎呦，这不是温家小子吗？本宫可是许久不见你了。殿下这话说的，像是前几日成亲时你没来吃喜酒似的。我碎嘴子嘀咕了2句，惹得长公主抬手做事就要敲我脑袋。嘿，小丫头这才刚成婚几日，还护上夫君了。温觉便侧手回礼告罪。殿下见谅，捉襟平素，心直口快，绝无不敬之意。殿下哼了一声，白眼几乎翻上天。得了，他什么样子本宫还不知道，倒是你，本宫还以为你打算画地为牢，将自己种在定远侯府里生根发芽呢。怎么娶了个媳妇，倒是舍得出门了？我跺脚急道：殿下，您……长公主摆摆手，示意我闭嘴。她是瞎了，又不是哑了，用不着你替她回话。温觉用力握了握我的手，以示安抚，坦然道：不瞒殿下，自失明以来，臣确实困顿良久，这几日才略想通了些。长公主点点头，还以为你瞎了眼睛，便连心也被蒙上了，眼下看来倒还有救。本宫也不细问你是如何想通的，只一句话：人生在世，常为世俗多樊笼，可这牢笼至多有3成来自所谓世俗，余下7成都是作茧自缚。你们年轻，路还长着呢，千万别自个儿把自个儿困死了，那这一辈子多不值当呀。从正厅出来，温觉便有些失神，我斟酌了一番，觑着他神色晃了晃手，小心道：殿下说话直，你别见怪。温觉被我晃得回神，然后便摇头失笑道：殿下句句真言，我省得好歹的。我松了口气，牵着他开始逛园子。这木樨山社依山而建，据闻是驸马为讨长公主欢喜，亲自绘图设计的，足占了半座山。我逛了一会儿，便有点累。2个时辰呢，咱们也不能一直这么溜着。你想去哪儿待会儿？我与此地并不熟人，你决定就好。温觉看不见，自然觉得哪里都无所谓，可好不容易出趟门，我却不想让他觉得白来一趟。哎，我知道一个好地方，走。我带着温觉7拐8拐，到了临溪亭。此亭亭如其名，亭下一道小溪蜿蜒而下，水声潺潺，亭后一片桂花林，香气幽微。早秋时节，有凉风轻拂，托起落花穿亭而过，落在了温觉复眼的白绫上。公子如玉，雅极生香。我一时竟看得有些痴，直到温觉久不闻我说话，侧手疑惑道：怎么啦？我才恍然回神，啊，你脸上有花？什么？他下意识摸上自己的脸颊，被我伸手挡住。还是我来吧。我与他并肩跪坐于案几前，伸手拂过他的眉眼，为他摘去落花。那，你的花？我将明黄色的小花放进他掌心，脸莫名有些发烫，温觉却一无所觉，只捻了捻手中花，微微点头致谢。有劳3姑娘。说来我陆3姑娘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被人的美色惑到发呆，虽没人看见，但也足够我羞恼的。我掩饰般轻咳2声，拿起桌案上的笔。线下可有诗信？我帮你写。温觉张了张嘴，还未及开口，我便见不远处行来一人。方才我带着温觉一路走过来时，也遇见了不少人，但大多都只远远颔首示意，没人来上前搭话。而眼前这人显然是直奔我们而来的。他手中拿着一篇诗稿，说话激动到有些结巴。小生太学学子柳木，仰慕世子已久，只是一直无缘得见，方才在此山社作诗一首，不知可否有幸请世子指点1、2。温觉礼貌颔首，指点不敢当，探讨1、2倒可。柳木忙将诗稿递到温觉面前，又想起温觉看不见，复又结结巴巴改口：学生读给世子听。他半晌都没能念完诗题，拿诗稿的手甚至在发抖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索性直接伸手：若不介意，我来读吧。柳木感动得几乎要哭。有劳夫人。温觉记性很好，我只读了1遍，他便胸有成竹地与那学子探讨起来。我对作诗是真的无甚兴趣，好在长公主准备齐全，这般偏僻的亭子里也备了瓜果茶点。他们谈诗论赋，我便跪坐在旁边吃吃喝喝。大约诗词对我天然有催眠作用，我吃着吃着便睡了过去，在醒来时头已经枕到了温觉膝上，是个不甚雅观的睡姿。
陪着人来诗会，自己却睡了过去。我颇觉不好意思，便赶忙从他身上爬起来，一边拍着裙摆处的落花，一边没话找话道：“那书生走了？”温觉正不动声色地放松着被我枕麻的腿，还未来得及回答，便被人截住了话头。走了，不仅那书生走了，连本宫的诗会都散了半个时辰了。我这才发现庭外西边还站着个长公主，后知后觉愣了片刻，然后蹭的一下跳了起来。诗会都散了，那谁是魁首啊？长公主冷哼一声，总之不是陪着你在这儿睡了1个多时辰的温世子就是了。温觉耳根霎时又红了个透彻，我却没工夫理会殿下这不讲究的用词。本是指着这次诗会让他一举夺魁重回巅峰的，结果却连评选都没赶上，这算什么事啊？我懊恼地跺脚，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以你的才华，定然能夺魁的。温觉却微微勾唇，带了几分玩笑道：如三姑娘所言，以我之才华，又何必在意区一个诗会的魁首？我看着他微勾的唇角，忽觉他与方才有些不同，似是温和之余又添了几分从容，有些像从前我认识的那个温觉了。三姑娘，你们成婚1月了，你叫她三姑娘？长公主挑眉玩味看着我们，关注点清奇又犀利。我噎了噎，正打算开口解释，却被他抬手止住。得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不掺和，只是感情一事与旁的不同，若是无心，便该及时抽身；若是有意，可别叫自个儿后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诗会上温觉虽没有作诗，但得了魁首的却是他指点过的那位太学学子柳木。无形之中，温世子的声望竟比从前又上一层楼。诗会之后，温觉也逐渐活泛了起来，交际应酬不再推辞，求医问药不再避讳。连圣上都明指道，失明之身虽不可再入朝，但可继续担任东宫少傅。为着他行动不便，还特意让太子每旬抽出几日到定远侯府来听他授课。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唯独有一点不好。兴许是第一次诗会有我陪着的缘故，他似是有些雏鸟情节，每次出门必得牵着我的手才能安心。有与温觉不对付的政敌借此朝他，却被他一句不咸不淡的夫妇相携，干清抵视，噎了个哑口无言。对此，他的贴身长随林竹十分受伤。小人在府内给世子引了1年路，竟然比不过少夫人1个月，而温侯夫人则拉着我的手，连连道我是福星。我摇摇头，我不是福星，我只是将他曾经借给我的一点勇气，还给了他而已。秋过冬来，转眼就到了年关，我陪着温侯夫人打点人情往来，忙得分身乏术。偏此时邀温觉赴会的诗会雅集也多得很，纵使我让云香筛了一遍又一遍，也总有推不掉的。旁的都可以不去，东宫办的茶会总是要去的。云香为难地看着我，我为难地看着眼前小山一般的账本和礼单，一个头3个大，2个头6个大，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于是当天晚上，我缩在被窝里，委婉地对温觉提了一嘴。腊月19那日，东宫有个茶会，因新晋请来为温觉看诊的郎中说他脑内淤血已久郁而化火，不宜再受热，听风院正屋寝房的地笼便没通，只略点了几个火盆驱寒，白日里不觉什么，晚上却有些冷。挨了2个晚上的冻后，我俩一致决定撤掉了软枕垒的楚河汉界，抱团取暖。是以此刻他习惯性地伸手圈住我的腰身，下巴在我颈窝处轻点了2下。太子与我提过，我特意要他挑了个你不必出门的日子。他说的我不必出门，是指没有别府的宴请，但那日我与母亲约了个商铺的掌柜，要进行年终盘账的。室内静了片刻，然后便是异口同声的2句：好，那我不去了。你能自个儿去吗？又是一阵尴尬的静默，温觉离我稍远了些。夫人，可是觉得我麻烦了？我猛地转身过来看着他，没有的。但温觉，你记得成婚之日你我说过的话吗？我们将来是要和离的。近来我们相处确实十分融洽，可他现在似乎对我有些过于依赖了。长公主说，若是无心，便该及早抽身，既是打一开始就准备和离的，就不该牵扯太深。当晚温觉并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第2日一早就将被褥搬去了书房。我去书房问他缘由，彼时他裹了个银壶大氅，正立于窗前品茗，
听到我的声音，便温声回道：“寝房的地笼我已命人烧通，温某不宜受热，总不能拉着三姑娘陪我一道受罪。”我直觉她今日有些不同，明明还是一贯温和的声调，却又莫名透出了3分凉意。而且自那日木樨山社诗会之后，人前人后她都是唤我夫人的，三姑娘这个称呼已经许久不曾听过了。当天晚上正屋寝房被地笼烧得暖烘烘的，我却总觉不够安心，独自一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躺到天边泛白，才有了睡意。睡过去之前，我迷迷糊糊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温觉好像在跟我生气，或许也算不上生气，只是恢复了我们刚刚成婚时的状态，恭敬有余而亲热不足而已。可这才该是我们应有的样子。最后东宫的茶会，温觉还是没去成，倒不是因为我没陪着他的缘故，而是他独自睡了3天书房后，成功给自己冻病了。宫里太医来看诊时简直哭笑不得。世子眼疾确实不宜受热太过，但也不可如此矫枉过正啊。开方抓药后，温侯爷再三道谢，送走了太医，转头就将不许温觉受寒的那个江湖游医也给送出府去了。回来后与侯夫人面面相觑片刻，不约而同叹了口气，这已是近几个月送走的第3位郎中了。温觉眼疾出发时，温侯夫妇便已将当世有名的大医请了个遍，却都束手无策。也正因如此，温觉才心灰意冷，不再出门。而今他重开心扉，在请医师时便开始尝试江湖郎中的野路子，没想到路子是够野，却也依然不见成效。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宽慰了几句，便将2位长辈送回了正院。再回到听风院时，林竹正在书房伺候温觉喝药。我将林竹打发了出去，接过药碗，坐到小榻前边，为他编道：“书房不适合养病，你搬回正屋睡吧。”他咽下口中药汤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：“不必了，让他们把书房的地笼烧通便好，免得回去给你过了病气。”近来我们之间总是这样客套的，我便也不再强求。一时间屋内只剩下瓷勺轻磕药碗的声音。一碗药很快见了底，我拿着勺子轻轻刮过碗沿，觉得自己该出言安慰病人几句，却又踟蹰着不知如何开口。温觉却似是明白了我的心声，反过来安慰我道：“三姑娘不必担忧，早在1年前我就知道这眼疾或许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了，如今能这样已经比我预想的好很多了，人不能太贪心。”温觉这一病直病到了除夕才将痊愈，温侯夫妇连他病体初愈，早早吃过年夜饭，便让我们回自己院子守岁了。大年节的，定远侯府的下人们也开了几桌席面，我索性放云香林竹去尽兴玩乐，自己扶着温觉往听风院回。我原是扶着温觉的手臂，后来不知怎么手就牵到了一起，缩进他宽大的袖袍里，暖得玉贴安稳。我们走的是一条略僻静的小路，路上还有前几日的积雪未化，月光清淋淋地洒下来，银白一片，照出我们携手并肩的影子。有隐约的欢声笑语落入耳中，偶尔夹杂着几声爆竹烟花的声响。远处是人间烟火，眼前是静影成双。我忽就生出一种天长地久的希冀，若能一辈子这样走下去，似乎也挺好的。可我总会想起成婚当日温觉的那句：“我本无意娶亲，只是父母之命不得不从，将来合离与否，陆三姑娘可自行抉择。”她不想成婚，也不喜欢我，而今种种亲近，不过是她性情责任使然。但我又想起她经常泛红的耳根，想起她被我枕麻的双膝，想起那几日的相拥而眠，想起那天晚上我提起和离后她的反应，我又觉得，也许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，她已经有些喜欢我了呢。或许我应该正大光明问一句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如果你喜欢我，那很巧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们不要和离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那不巧，我有点喜欢你，但没关系，能携手一程已然足够，将来山高路远，各自珍重。”我这样想着，鼓足勇气开了口，响起的却是2道声音：“温觉，你是不？昨日襄王殿下。”剩下的半截话我们不约而同咽了回去。静默片刻后，温觉先一步开口：“你先说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你先说吧，襄王殿下怎么了？”襄王殿下昨日来信说他在外寻得一神医，现今目疾已愈，便想让我也试试。我一愣，旋即喜出望外，这是好事啊。但那神医身居一小镇不肯外出，看诊需我亲自过去，
加上治疗的时间，短则3月，多则半年。我试探道：那你是想要我陪你去吗？不，我只是想请你等等我，等我回来，有话想与你说。我心不在焉地轻轻嗯了一声，他复又问道：方才你想说什么？我迟疑了一瞬，最后还是将已到嘴边的话嚼吧嚼吧吞了，改口道：没什么，不重要。失明的温觉对我好歹还有几分依赖，复明的温世子恐怕就不会了。大抵我还是个胆小鬼，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承受他的拒绝。年后，温觉便出发去寻神医了。我一个人在听风院内，从冰雪消融看到柳枝抽芽，转眼就到了暮春3月。温觉的眼疾仍然没任何消息，长公主倒是又送了帖子来，只是一进公主府，我最先见到的却是我堂子露西。阿姐，你回来了，我怎么都没收到消息呢？我扑过去与她抱了个满怀，她笑着拍了拍我，然后眨眨眼睛道：我是悄悄回京的，还没让家里知道呢。说着拉过她身旁一位姑娘，介绍道：这便是我堂妹陆幼，这位是林乔幼林姑娘。林姑娘经商本事一绝，愿随我们一道经营女学。我堂子出京其实并不是因为退婚一事，她退温觉的婚也不是因温觉忙了眼睛，而是她从来就不想嫁人。她想陪着长公主建立女学。本朝建国之初，世家独大，堪与皇权抗衡。太宗时虽设立了科举取士，也不过是个摆设。直到长公主的父亲羲和太上皇在位时建了清吏司，以安公主为首任司主，上台第一日就一举扳倒了颍川羽氏，科举舞弊才逐渐减少。而今寒门子弟与寻常庶民也有了出头之路，唯有女子依然困于闺阁，长公主便想再办个女学。女学策划已久，长公主费尽心思打通了所有关节，最后却卡在了一个钱字上。其实当今圣上很敬重长公主这个嫡姐，但无奈朝中反对女学之声实在太大，最后虽力排众议，同意在国子四下原有6学之外加入女学，但由此所需的花销却要由长公主自行解决。长公主府奇珍异宝倒是不少，现银确实不够，何况只靠长公主的俸禄养偌大女学，迟早坐吃山空，总得有个长久之计。我阿姐出京就是去寻长久之计的，林姑娘就是这个长久之计。阿姐拍拍我的肩膀，银子的事情解决了，而今还剩下找夫子的问题，旁的都差不多了，就剩一门算学，你自小算学好，可要来共襄盛举。我看向眼前的阿姐与林姑娘，又看了看含笑坐在上首的长公主，她们都是心中有沟壑的人，能与这样的姑娘们并肩而行，是我的荣幸。只是我确信，无论温觉是否喜欢我，只要我不愿意和离，他定然是不会强行休弃我的。但若我要加入筹办女学，那大概就真的得与温觉和离了。当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整整一夜，第二日顶着2个黑眼圈，将和离书送去了正院。侯夫人又惊又急，拉着我的手连声追问：可是觉儿做什么惹你不高兴了？你告诉母亲，母亲为你教训她。我摇摇头，母亲多虑了，和离一事其实是我们成婚之日就说好的。大婚之日，你们谈和离？温夫人震惊地看着我，最后无可奈何叹了口气。好吧，母亲不强求于你，但这是你们夫妇之间的事情，还是等他回来你们亲自商议签订的好。和离书不过是个形式，倒也不急于一时，于是我点点头。好，但近来我或许有些忙，就不住在府里了。我将和离书放到了听风院书房，简单收拾了些行李，就带着云香和阿姐他们一道住进了长公主府的客院。一晃又是1月过去，建女学比我想象中麻烦得多，选址翻新，购置笔墨，招收学子，我们每日都在公主府前院忙得脚不沾地。昨日我熬夜盘了一笔账盘，到子时才睡，是以今日起的略晚了些。等我赶到前院的时候，正厅里已是鸡飞狗跳了。束修每年收2两，都是入不敷出，你要一气减掉一半。我刚一进正厅，就见林乔又叉腰将账本摔地震天响，阿姐在一旁与他争得面红耳赤。女子求学本就不易，束修过高，不会有人家愿意送姑娘过来的。那还有这高火钱，一等要给50两。我的大小姐，你知道50两是多少钱吗？再有钱也不能这么败啊。而长公主在上手翻账本，翻得快冒火星子。购置桌椅笔墨是谁负责的？
账本简直一塌糊涂。他老人家一抬头，正看见我过来，见到救星一般，连忙招手道：“正好你来了，赶快把这笔账拿去，好好再盘一盘。哦，对了，学社的建造图纸已经画好了，你拿去顺便再做个建学社的预算出来，拿给阿乔就好。”我进来看到账本就头痛，果然心有沟壑什么的都是狗屁，鸡毛蒜皮吵吵闹闹才是生活常态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地接过账本。旁边阿姐和林姑娘还在吵个不停，我索性抱着账本去了隔壁偏厅。我在偏厅将算盘打得噼里啪啦，正算到要紧处，却冷不防被打断了思路。来人暴毙倚在门框上，颇有几分玩味地看着我道：“念慈，有人找。”鉴于我与林姑娘名字里都有个 U 字，为了加以区分，公主府里便多唤我的小字念慈，唤他阿乔。线下喊我的这个人乃长公主之子袁进，一个嘴上与我阿姐势不两立，但心里却很想当我堂姐夫的男人。我抬起头瞥了他一眼，不耐道：“谁啊？让他等等，我正忙着呢。”门口安静下来，我便又沉下心继续算我的账。许是我过于投入，连有人走到了我近前都没发觉，直到头顶又响起一道声音：“陆念慈，说了忙着呢，就不能等会。”第二次思路被打断，我磨牙霍愤而抬头，却不期然对上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。温爵。他眼前的白绸已经摘去，玉面莫同，风姿更甚往昔，躬身垂手看着我时还颇有几分压迫感。我微微后仰，惊了半天才找回自己的舌头。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这位出了名的温润君子闻言竟冷哼了一声，然后跪坐到我身旁，扯住了我的衣袖，语气还带着几分莫名的怨气与委屈。“听人说我已被休弃，便只好来找始乱终弃的夫人讨个公道了。”我先不说和离算不算终弃，这始乱两个字又是从何说起啊？成婚近1载，我们发乎情止乎礼，跟始乱二字差着108000里呢。更何况哪里来的休弃？和离？是和离？那为何要和离？我颇为疑惑地看他，这不是成婚那天我们达成的共识吗？一贯从容的温世子竟被我一句话气到咬牙。谁与你达成共识了？我那天说的是和离与否，你可自行抉择。我不明所以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，你默认我们必会和离，可我原本的意思是，你若不想和离，我们就不和离的啊。我看着眼前人近乎抓狂的失态，沉默片刻后一字一顿道：“但温爵，我想与你和离。”他闻言一怔：“你的真心话吗？”“是。”最后温爵色声自嘲一笑，便又恢复了从前一贯的从容道：“好，如你所愿，我们和离。”当天晚上，我独自上公主府客院的房顶借酒浇愁，浇到一半的时候，堂子就寻了上来。怎么还是一不高兴就往高处躲？快来搭把手！阿姐事事优秀，可这爬梯子却不如我利索，我伸手将她拉上来。她与我并肩坐下，开门见山道：“袁进同我说，今日温世子来寻你了。”我瞧着他，心里头是有你的，你心里头分明也有他。他现今连眼疾都好了，往后正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做什么非要和离？我灌了一口酒，闷声道：“可阿姐，我不想连累他。女学虽获准兴办，但朝中也好，市井也好，对女子的苛责尚在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筹办女学之人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，我们还有很长一段经济路要走。我也好，长公主也好，阿姐和林姑娘也好，我们责无旁贷。但温爵不同，女学于他并无切身干系。他本就是最出色的天之骄子，一次失明已受足了苦，现下好容易柳暗花明，前途大好，何必被我拉着去淌一条与他无关的经济路呢？”我将壶中酒一口饮尽，然后长舒了口气。和离而已，我没事的，喝过一壶酒，明日就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好姑娘啦。我自个儿的情情爱爱不过是微末小事，我知道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。前一天我与温爵刚商定了和离之事，第二天定远侯府就来了人，只是却并非来送和离书的。“少夫人，世子他目疾反复了，求您回去瞧瞧吧。”“什么？”我顾不得宿醉的头痛，连忙赶去侯府。到听风院的时候，太医已经看完了诊。我焦急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好好的，怎么反复了呢？襄王不是也这么治的吗？怎么他没有反复呢？太医被我一串连珠炮问得头晕，去了旁边的温侯夫人一眼才回道：回少夫人，从世子脉象来看，是昨日受了刺激，以致气血攻心上蒙了神窍，需静养一段时日，切记要安稳心神才是。我不禁一噎，昨日的刺激，难道是和离书？应当不至于吧？一旁的温侯夫人赶忙拉住我的手，好孩子，觉儿她如今可受不得波折了，当母亲求你，好歹陪她熬过这一段日子，再和离吧。左右和离书还未上呈有司，律法上你们还是夫妻，不予举的。温觉眼前没有再付白愁，但眼神显然不像昨日那样有神，倒看不出气血攻心的样子，只是有些难掩失落。抱歉，又打扰到你了。我摇摇头，无妨的，只是我能帮你些什么呢？我有些害怕，你可否像从前那样牵着我？什么？即便从前他最害怕的那段日子，也只有外出赴会时许我陪着，现在可还在家里呢。我几乎在怀疑自己的耳朵，而温觉则有些失落地垂下眼睑，又故作坚强的一笑。温某自知此举失礼，若是三姑娘不愿，那便算了吧。我看着他放于膝上的双手又握成了拳，忽然有些明白了他的害怕。恢复光明后又骤然重现黑暗，他自然是无措的，又什么都看不见，便只能从旁感受来寻求陪伴。左右从前也不是没有牵手过，我劝服自己，将手放到了他手里。他微微扬起嘴角，反手握住我十指交扣，还轻轻摩挲了2下。说实在的，这种举动实在很像调戏，可看看他下垂的眼帘，我又在心里暗啐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母亲以飞鸽传书问过神医了，神医说这种反复是正常的，若无意外1月左右便能好。我陪你熬过这一段，过后咱们还是按原来说的那样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不相干。我话说的倒是骨气又体面，结果当天晚上就习惯性滚进了他怀里。第2日醒来时，他一条胳膊被我枕着另一条胳膊圈在我腰后，我却是手脚并用地扒着他，活像个八爪鱼。抱歉，那个，我颇觉不好意思，毕竟他睡相一贯安稳，我们睡成这个样必然是我的功劳，不过他倒是大度不计较。无妨的。第2天晚上我吸取教训，在床榻中间再度垒起了软枕。可次日早上醒来时，他的手臂又横在了我的腰间，这样一连3天之后，我忍不住开始怀疑。可自来手里自持的温世子大半夜占我便宜，这是说出去我自个儿都不信。但是刚成婚时我们也是这样睡的，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我将中间的软枕抱到了怀里而已，怎么着也没有越过软枕去抱他。某次早上醒来后，我看着他右双若着横在我腰间的手，终于忍不住问道：我现今睡相真的已经差成这样了吗？温觉下巴垫在我肩窝，无辜反问：难道阿慈是怀疑我吗？阿慈，我被他的称呼喊得愣住，他倒是十分坦然：不相干的人都能唤你小字，没道理我只能叫你三姑娘吧？或者你还是更习惯我叫你夫人？可不必，阿慈挺好的。我原本是想着白日去公主府，晚上回侯府休息，却不想这次温觉对我的依赖竟比从前更甚。无事时总得牵着我的手，我忙的时候他就坐在一旁牵着我的衣袖，隔一会儿与我说几句话才能安心。我起初有些烦，可每次看见他无神又无辜的眼睛，就又心软下来，最后索性连女学的账本都搬到了听风院来看。我在书房盘账，温觉便坐在旁边喝茶或抚琴，有时太子来听他授课，每隔半个时辰他也得过来同我说几句话。这样过了近1个月，女学相关事宜终于理得差不多，晚上我命云香将最后一摞账本送了回去，便和温觉回了正屋休息。听风院是没有其他丫头的，唯一我带来的云香被打发去公主府了，便只好叫了温侯夫人的几个丫头帮我备水沐浴。勋爵人家的下人训练有素，干活比云香还麻利。我舒舒服服泡了澡，结果起身时犯了难，不知道他们哪里领会错了精神，浴桶旁给我备的寝衣竟是一套大红色的薄翼纱衣，若隐若现的那种。薄翼纱如其名，薄如蝉翼，穿起来某种程度来说不如不穿。我倒是有旁的衣服，可都在寝房里。
可寝房里不仅有衣服，还有温爵啊。他沐浴向来比我快，此刻定然已经上床了。我纠结许久，还是没好意思叫他来给我送寝衣，想着左右他也看不见，先穿着过去再换吧。虽明知他看不见，但我穿着这种纱衣，还是莫名有些心虚。我蹑手蹑脚从耳房的小门回到寝房，企图去屏风后悄悄换过寝衣再上床，奈何他目力不便，练就了耳力很好，微微听到些动静，便抬头道：“回来了，你。”他后半截话卡在了喉咙里，原本空洞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逐渐凝神，耳根乍然爆红，连着半边脸颊都红成一片。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你能看见？我一时也顾不得羞涩了，扑上去便将他压倒在了床上，双手扼住他的咽喉，气愤道：“温奇玉，你敢骗我？”温爵克制着别开眼睛不看我，但气息还是逐渐加粗，连声音都哑了起来。抱歉，但当务之急，你能不能先下去啊？再这样下去会死人的。我大晚上气呼呼地回了公主府，惹得大家纷纷前来围观。阿姐担忧道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”长公主裹着斗篷，靠在驸马爷园艺园地师的肩头打了哈欠。还能有什么事？肯定是小夫妻吵嘴了呗。我怒而反驳：“我们要和离了，不是小夫妻了。”林乔佑便拉长声调笑着点头：“哦，那就肯定是吵嘴了。所以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啦？我要怎么说？说我被温爵耍了1个月，发现真相还是因为那个啥吗？谁能想到，惯来君子端方的温世子，居然也有如此艰险的一面。果然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简直就是人面兽心，表里不一，衣冠禽兽。你们别管了，反正从前还不一定要和离，现在，哼哼。”旁边袁静眼珠子转了转，笑道：“我想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。”唐子忙追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袁静颇为傲娇地瞥唐子一眼，扶手凑到他耳边：“想知道？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好好好，又一个和温爵同流合污的。女学开办在即，我只气了一晚上，便将温爵抛之脑后了。我们筹谋数月事无巨细，力求尽善尽美，可入学的学子寥寥无几，街头巷尾却全是对我们这几个创办者的议论。长公主殿下身份贵重，咱们不敢说什么，但是其余这几个创办者，陆家大姑娘陆熙、温世子失明时落井下石与侯府退婚，品行堪忧；陆家三姑娘陆幼、戴姐嫁入侯府，将温世子蛊惑得7荤8素，光天化日携手同行，不知廉耻。如今温世子复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，听说已然决定要休妻了。至于这位林什么的姑娘啊，区区一介女商人，开办学院简直就是有辱斯文。这样几个女人搭起来的草台班子，哪个好人家敢送女儿过来啊？可不就是，人言可畏。这样的议论一出，原本要送女儿来上学的几家也踌躇了起来。我们在公主府头发都薅掉了好几把，还是无计可施。林乔又怒而拍桌：“这些碎嘴子，姑奶奶去撕了他们的嘴！”唐子无奈看他一眼：“你去哪儿撕？满大街都是议论的人，更何况这些话真真假假，认真算起来有一半都是真的，你还一条一条拆开去反驳不成？”我叹口气：“那也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吧。”长公主在上手一手托着茶盏，一手用盏盖轻轻刮去浮沫，垂手缓声道：“这谣言再怎么样也总得有个源头吧？”源头？我们不约而同抬头对视，而长公主将茶盏放回桌上，眯了眯眼睛道：“擒贼擒王。”林乔又派他手底下的掌柜伙计在市井中摸索，我和堂子则回了陆家，去向伯父爹娘以及交好的叔伯家打探口风，最后将目标锁定在了王家。王家是老牌世家，前任家主官至丞相，近几年科举兴起，世家没落。他年老致仕后，王家现任家主只做到了从3品侍郎。当年长公主入朝见清吏司时，就是这位王老丞相带头反对，如今开办女学，定然更是不满。何况新任丞相姓魏名科，乃是袁驸马的至交好友，也是我的亲舅父。这样说来，长公主府与陆家都与王家不对付，无怪乎他们如此针对女学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温爵坠马受伤，也是在王家的赛马会上。堂子沉思片刻，又补充道：“
而当时正值殿下提议兴建女学，温爵是朝堂上唯一明着支持的人。我冷哼一声，这样说来，新仇旧恨，一并算了就是。长公主笑着瞥我一眼，不是口口声声要与人家和离吗？怎么还帮忙报上仇了？我抻着脖子犟道，一码归一码，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因女学受人陷害，你们也得拔刀相助啊。长公主以女子之身入朝20载，自然不是吃素的。她联合陆温卫等家多管齐下，只用了3天便将王家元气大伤，朝堂上反对女学之声骤然小了不少，至少明面上小了。朝堂上的事倒是解决了，但此前那些议论在民间造成的影响却难以抹去。我们为此犯愁之时，一出名为《金风玉露》的戏折子却在京师广为传唱了起来。凡是看过了这出戏的，均对女学，特别是我，有了很大改观。长公主特意拉着我们去看了这出戏，我越看越觉得熟悉，看到1/3时，我恍然大悟，这分明就是我和温爵的故事啊，只是有了些许轻微的改动。譬如本是堂仔拒婚后我待嫁，戏折子里改成了温爵倾慕我已久，特意去陆府求的换嫁。譬如在木樨山社的诗会，温爵明明因陪着我在临溪亭睡了2个时辰未参加评选，戏折子里却改成了他在我的陪同下诗兴大发，一举夺魁。总而言之，这出戏里我就是个事事为他人考虑，解他心结，督他上进的完美形象。一出戏听得我浑身难受，颇有脚趾抠地的冲动，可效果却十分立竿见影。此前那流言传的狗血，人们便以讹传讹，后来这出戏演的深情，人们便又信以为真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不过是茶余饭后一场谈资，没有人在意真相。永安11年6月念3，女学终于成功开办，我们也总算长舒了一口气。上完1巡的课后，长公主便带着我们去木樨山社庆功。庆功宴除了长公主一家3口和我们3个姑娘外，还请了襄王殿下与太学学子柳木。襄王殿下乃太上皇和太后老来得子，是长公主的嫡亲幼弟，又在扳倒王家一事中出了大力，理应列席。而柳木则是那出《金风玉露》的执笔者，也算居功甚伟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大夏天的桂花又没开，要庆功也该去京郊河源，来这木樨山社做什么？有的吃你还挑？好吧，我今日下午在女学连上了3堂课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，在座也没有外人，便不客气地大快朵颐起来。只是吃着吃着，我就发现袁进和堂仔齐齐不见了。我撇撇嘴继续吃，然后吃着吃着，襄王殿下与林乔佑也不见了。我愣了许久才反应过来，好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。酒过3巡，长公主突然喊了我一声，还有一位客人没到，念此你随本宫一道去迎。我看了看满桌子残羹剩饭，这都吃到一半了，现在再让人入席，未免也太不礼貌了吧。甭管了，跟我走吧。长公主带着我7拐8拐，却不是去山社门口的方向。我刚刚吃饱，走着走着就开始犯困。殿下，这客人是要去哪儿迎啊？到了。长公主骤然停下脚步，我迷迷瞪瞪，险些撞上她的后背，抬头定睛一看，却是林溪亭。来这儿做什么？长公主指着亭子，言简意赅道：你上去睡会。啥玩意儿？你上去试试，可否能睡得安稳？我不明白自己是犯了什么错。殿下饶了我吧，如今虽是盛夏，也有山风过庭，这么着睡过去，必得头痛死我不可。那去年你陪温爵来赴会，在此地睡了足有1个多时辰，可曾觉得受风了？我愣了愣，好像没有。长公主翻了个白眼，当然没有，因为风口被他挡上了，你才睡得那么安稳。我想我大概明白了长公主带我来这里的意思，可是殿下，我不想牵连他。本宫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我觉得你至少应该问他一句，或许他愿意呢。你总得给他个选择的权利不是？长公主一向干脆利落，说完就走，将我一个人留在了林溪亭。我坐在亭中思索着他留下的话，片刻后扬声道：水尽踪可寻，香远韵自清。金风携玉露，穿庭入我心。金风玉露里你夺魁的这首诗是谁写的？晚风将我的声音从亭中送出去，不远处山石后便有熟悉的声音传回来。是我。此时已过黄昏，
金乌西坠于灰渐收，远处月升于桂林之上。他在明月映照下，从庭后山石掩映处行来，身披银灰，似谪仙林凡。此刻林凡的谪仙跪坐在我对面，抬眼认真看着我道：“你看了那出戏，所以你知道我心悦你，对不对？”“对。”即便从前不明白，这些日子也明白了。他又伸手攀住我的衣袖：“那阿慈，你也并非全然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”我沉默片刻，不答反问：“温觉，你知道你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吗？”“是王佳音你。”“我知道。”他打断我的话，手顺着衣袖上去握住了我的手，望着我的眼睛执着道：“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你是否像我一样，想这样一辈子携手走下去？”“是，但是……我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，只是后半句却被他封缄在了唇齿中。他一手扣在我后颈，一手扶在我腰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扑了个仰倒。你。温觉来这一手是我始料未及的，我数次奋力反抗，奈何敌我力量悬殊，最终败北，被他按在坐垫上断断续续地亲了足有1炷香，才重获自由。一吻结束，他悬停在我上方，喘息未定。只要你心悦我，旁的就都无关紧要。可是，我刚起了个话头，他就又低头在我唇上咬了一口，眯眼笑问道：“还可是吗？”我摇摇头，欲哭无泪。“不可是了，你先起来好不好？”“我就说吧，温润君子都是假的，衣冠禽兽才是真的。”衣冠禽兽对我最后的投降表示满意，终于肯扶着我坐起来好好说话。“要回去席间同长公主他们打个招呼吗？”我摸摸被他吮得发肿的嘴唇，翻了个白眼，回什么回？想也知道这副样子，回去席间只有被围观打趣的份啊。不去。于是盛夏月夜，凉风微拂，他坐靠在亭边栏杆上，我窝在他怀里，索性在亭子里聊起了天。“诗是你自己写的，那戏呢？”“戏是柳木写的，不过是应我所请。”“诗也是为了写这出戏才做的吗？”“不是，是那日诗会时便有了的。”“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喜欢我了啊？”他握着我的手放到唇边轻触了一下，直言不讳：“那你呢？”“我什么？你当时愿意待嫁到侯府，是因为什么？”“因为觉得你人好啊。”当时我对他应当还谈不上喜欢，就是觉得这样光风霁月的一个人，不该被人抛弃，也不该自弃。他却有些不满，就因为这个。我便又想了想，补充道：“还因为你曾经借给过我一点勇气，我想我应该把它们还给你。”“什么？”温觉被我说的一愣，而我得意地看着他。“想不起来了吧？”“那就慢慢想去吧。反正我们还有很长的一辈子，用来回忆，用来铭记。”36又是番外。转眼又是1年9月，女学放了授意假，我早早就回了听风院歇息。正巧温觉今日也得闲，晚饭后便逮住机会哄着我穿了一套薄衣纱衣，夜间不免折腾得格外晚了些。屋外秋风萧瑟，屋内却春意盎然。只是在盎然的春意，也得有个头吧。“谢谢吧，我放假了，可你明日还上朝呢。”我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温觉却不为所动，只偏头咬了咬我的耳朵，笑道：“那你叫声温哥哥来听。”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红着脸摇头抗议：“我不叫。”“哥什么哥？哥你个大头鬼啊！”他便遗憾地叹口气。小时候还能听夫人唤一声温家哥哥，而今成婚了却听不到了，可叹呐！他嘴上遗憾叹息，却丝毫不影响其他动作，气得我抬手捶了他一拳。“叹什么叹？谁小时候叫你？你想起来啦？”“我确实叫过他温家哥哥，不过的确是小时候的事了，那时我才7岁，温觉也不过12。我小时候的性子与现在不同，是个软弱怯懦的小怂包。我们陆家看重学问，便是女孩子也可在家塾读书至及笄，可我自小就没什么诗才画才。家属里除了我们兄妹3人，还有几位亲朋好友家的孩子，拢共10余人，我回回都是垫底。小孩子爱攀比，便有不少别人家的姑娘公子嘲我是个草包。我当时嘴笨不会回嘴，气得阿姐和陆氏把他们挨个骂了回去，又戳着我脑门骂我不中用。我也不想的，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聪明，锦心绣口出口成章，
可我就是学不好。他们不信邪，便拉着我在课后开起了小灶。陆氏是个没甚耐性的阿兄，教了我几日便被我的笨拙气跑了。阿姐倒是有耐性，可也禁不住我是断不开窍的木头。教到第3个月上，阿姐看着我做出来的诗叹了口气，最后摸了摸我的头。罢了，学不会便不学了，左右有阿姐在呢。连阿姐都束手无策，可见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草包。后来的诗会雅集我便更不爱去了，便是去也只跟在阿姐身后当个沉默的小尾巴。可有一次赏花宴，阿姐生病了，伯母阿娘他们便只带了我一个姑娘去。到了地方，长辈们聚在正厅吃茶闲话，小孩子们便在外边自行玩乐。最后玩起连句来，我不免又被吵了几句。阿姐和陆氏都不在，我自己一个人不敢骂回去，又不想给阿娘伯母他们添麻烦，便躲到了花园假山上偷偷抹眼泪。抹着抹着，忽听见底下传来一声犹豫不定的三妹妹。我抬眼看去，便见到了温觉。温侯与我大伯父正见相合，引为知己，两家交际不少。我与他虽不相熟，却也见过几面。我赶忙擦了擦眼泪，带着些哭腔瓮声道：温家哥哥好，真的是你，好好的爬这么高做什么？快下来！温觉将我从假山上扶下来，看着我花猫一样的脸，哭什么呢？伤心成这样，哭自己笨。我将自己的笨拙说给他听，他便很有兄长风范地摸了摸我的脑袋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旁的擅长的，或是喜欢的东西呢？我喜欢算术，我算学很好的，但是算学课开得很少，没人在乎的。那很棒啊，下次要是有人吵你诗文写得不好，你不要难过，你就告诉他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我作诗比不过你，但我算学一定比你好的。可我不敢。我仰头佩服又羡慕地看着温觉，听伯父和爹爹说，你10岁时就敢和好几个大人辩经，真厉害，我要是像你一样勇敢就好了。温觉长这么大，类似才华横溢、惊才绝艳这类赞誉听了不知凡几，倒是头一次有人用勇敢2个字来夸他。他不禁失笑，然后伸手到我面前，那我的勇气借你一点好了。我迟疑了一下，这个还可以借吗？温觉一本正经地点点头，当然。许是小时候的我好骗，又许是一本正经的温觉看起来过分令人安心。总之最后我十分郑重地把自己的手放到他伸过来的手上。那我借一点点吧，就一点点，以后我会还你的。我严肃又天真的样子逗笑了温觉，少年难得俏皮的眨眨眼。我勇气这么多，这一点点就不用你还了。可世事无常，彼时谁也不曾料到，数年之后会是眼前这个软糯糯的姑娘在一片漆黑中再度握住他的手，跟他说，温觉，不要怕，我的勇气借一点给你，我们试一试好不好？那时他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声好，于是后来前途坦荡也好，陆生荆棘也好，他都再没放开过他的手。就如他诗里所写的那样，水尽踪可寻，香远韵自清，金风斜玉露，穿庭入我心。你是金风玉露，也是人间无数。37温觉番外。一开始听闻陆家大姑娘要拒婚时，我本是做好了直接退婚的准备的，可陆家却说要将三姑娘嫁过来。陆三姑娘我是认识的，小时候温陆两家常有来往，只是男女7岁不同席，后来便渐渐生疏了起来。不过陆大姑娘也好，陆三姑娘也罢，我都不想娶，既知眼疾难愈，又何必再拖累一个姑娘？可父亲母亲不这么想，温家就我一个独苗，他们想我成婚生子，我也实在不忍为傲他们，所以陆三姑娘还是进了门，然后便有了成婚那日的那番对话。那番后来我每每想起，都想捶胸顿足，抽自己一嘴巴的话。和什么离？不可能和离。喜欢上陆佑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我时常会想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姑娘呢？她心思细腻，顾着我的自尊，却又不会像父亲母亲那样过于谨小慎微，甚至有时候还会直言不讳，戳破我的胆怯与懦弱。他说我不是不便，而是不敢，他又说我借你一点勇气，我们试一试。长公主的诗会上，我目不识物，耳边传来的嘈杂声响也令人心慌，而他牵住了我的手，便如像溺水之人递来了一根浮木。于是后来每一次出门，我都得要他陪在身边，似乎只要牵着他的手，知道他在这里，
周遭一切未知的黑暗和嘈杂便都一一褪去，只余掌心的一抹温热，柔软却安稳。后来为了治疗眼疾，我们曾相拥而眠过几日。在此之前，我对他的身形其实一直没什么概念，直到将他拥进怀里才知道，原来他是那么小小的一只，我只要展臂就可以将他完全的拥住。每次听见他在自己怀里绵长的呼吸，便觉得幸福，那是比牵手更进一步的人心安稳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可是陆佑似乎并不这样想，他提起了和离，我已然沉浸在最近的幸福中，淡忘了成婚当日的话，可他一直记得。那天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心里有2个小人在打架。一个道：承认吧，你分明就是喜欢这个姑娘的，你应当向她表明心意，然后问问她，我们能不能不和离了。另一个却道：可是她这样好，何该配个事事完美的郎君，而不该照料你这个瞎子一辈子。最后第2个小人占了上风，所以我搬去了书房。可是峰回路转，襄王殿下的眼疾治好了，那我的眼疾也有救了。于是除夕夜我没求他陪他去寻神医，只求他等一等我。等我回来，若是眼疾已愈，我们便好好过日子；若是未愈，那便履行成婚当日的那句话，和离放他自由。苍天渐怜，数月过去，我的眼睛恢复了。我快马加鞭地赶回京城，迫不及待要向喜欢的姑娘表明心意，却迎面撞上了一张已经签好了的和离书。母亲再三叮嘱我定要将她留住，我点点头，转身就去了长公主府。正碰上办完事回府的袁晋，袁晋见我气势汹汹而来，先是愣了愣，然后震惊道：嚯，你眼睛好了？我却顾不上他，只问道：我夫人呢？袁晋此人向来嘴毒不饶人，见到这番阵势就明白了个七七八八。哦，找我们念慈啊，在府里呢。我眯了眯眼睛，你叫他什么？念慈啊，府里都这么叫。袁毅十分欠揍地耸耸肩，怎么，你不喜欢听啊？那没法子，你都要被夫人休弃了，还挑什么称呼啊？我磨了磨牙，克制住自己想打人的冲动。带我去找他。我去找了陆佑，可陆佑的话却如一盆凉水兜头浇了下来。他说他是真的想与我和离，他陪着温爵一步步找回了那个冠绝京师的温世子，然后他就不要我了。将来和离与否，陆三姑娘可自行抉择。这是成婚之日我亲口说过的话，无可辩驳。于是我说好，我们和离。我失魂落魄地出了长公主府，许氏见我实在可怜，袁晋难得追过来，说了几句人话。你温世子可是京城里有名的头1号君子，君子无所争，想开点吧。我面无表情地摇摇头，袁晋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话锋一转道：若实在想不开，那就不君子一回吧。所有人都知道温世子是君子，君子当一言九鼎，当言行合一。可我忽就不想当君子了，所以我听从袁晋的建议，借眼即将他哄骗回了侯府。可惜这大概算一步烂棋，陆佑好像更生气了。只是后来女学之事受阻，他没空来与我算账，而为女学之事奔波时，我也终于得知了他想和离的原因，他居然是怕连累我。苍天在上，我明明巴不得能被他连累啊！后来在长公主的劝导下，我们将一切说开，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陆佑对我骗他这件事都耿耿于怀。他觉得难以置信，我这样一个人居然会做出那种幼稚又阴险的事情。他气鼓鼓质问我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醒来都在你怀里，就是你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笑着点头认罪。是，除了没放软枕的头1天是他自己滚进来的，后来的确都是我有意为之。我明知这是极不君子的行径，却依旧克制不住自己。君子无所争，我可以对所有人或是放任自流不强求，唯有你，我不想放手，不死不休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